大魔王转生成了10岁小孩，竟然被一群大姐姐争着带回房间宠爱。雷欧在前世可都没有受过这种待遇，当然最后他还是选择了自己的眷属谢利亚，因为谢利亚死而复生后已经变成了吸血鬼女王，每天晚上都要吸她的血。昨天在浴室吸完之后，谢利亚就睡了过去，还梦到了2年前在圣剑学院发生的事情。那时候的她菜的不行，既没有觉醒圣剑，剑术也没练到家，因为长得漂亮被一个黄毛学长找上门来。黄毛表示只要她加入自己的小队就可以护她周全，至于加入小队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不言而喻。雷吉娜见状立刻冲上来阻止，黄毛学长不想跟他们发生冲突就离开了。但谢利亚沮丧无比，她真的无法觉醒圣剑了吗？苏醒之后，谢利亚也知道自己的状态不正常，就问雷欧到底是什么人。雷欧便不再隐瞒，声称自己是复活的古代魔导师。在他那个时代，人们会以术士来使用魔力，而他也是用魔术将已经死去的谢利亚作为眷属复活。现在的谢利亚是最高位的不死者，吸血鬼女王。不过虽然实力得到了提升，身体却会在缺乏魔力的时候渴求血液。昨天在浴室里突然扑上去吸血，也是因为这个。谢利亚听完这件事，并没有责怪雷欧将自己变成吸血鬼，反而感谢他救了自己。他9岁的时候，故乡被虚兽袭击，那次也是史无前例的虚兽大规模爆发，还被称为大狂骚。谢利亚的家人们作为圣剑士，全都为了保护人民而战死，唯二存活下来的就是他和女仆雷吉娜，两人也被圣剑学院收留。因为谢利亚体内流着圣剑士家族的血脉，大家都期待他能觉醒圣剑，可他却辜负了这份期待。现在这具身体已经死了，大概更没希望了吧。雷欧本想安慰一下谢利亚，肚子却突然叫了起来。谢利亚便将他带去了餐厅。经过了1000年，连食物都发展得如此多样。雷欧掏出1枚金币，大手一挥，让谢利亚随便选，结果却被告知大人，时代变了，现在大家都是刷信用卡的，谁还用金币呀？雷欧大为震惊，自己作为储备资金的2000枚金币竟然没有了价值。就在这时，谢利亚遇见了自己的另一位室友笑耶。笑耶被2个男人动手动脚，不过下一秒那俩人就被一剑打趴了，灰溜溜的离开了。谢利亚这才带着雷欧上前打招呼，得知笑耶昨晚又去了赌场，刚才那2人就是来催债的。笑耶答应他们下周一定还钱，现在自己是唯一一个有钱人。谢利亚就请了笑耶和雷欧一起吃饭，吃饱喝足后才带着雷欧去确认圣剑类型。雷欧没有圣剑，就掏出了自己的风醉魔杖。审查官让他和虚兽模拟器战斗一下，正拿着平板输入信息的时候，雷欧就一炮把那个模拟器全打烂了。其他学生听到动静纷纷围了上来，审查官也觉得雷欧的圣剑强的有些离谱，打算再调过来一批模拟器好好调查一下。没想到那个黄毛学长竟然主动送上门来，他可是准1等圣剑士，非常自信能够审查雷欧的实力。说着就和身后的4个妹子一起召唤出圣剑。好家伙，这么自信还5打1呀！黄毛还强词夺理，自己的圣剑的能力就是绝对支配，所以那几个妹子也是属于自己武器的一部分。雷欧倒是无所谓，谢利亚却已经站到他身边，要和他一起了。审查官默认了他们双方的决定，如果谢利亚和雷欧这边输了，谢利亚就要加入黄毛的小队，如果黄毛输了，以后就再也不能来纠缠谢利亚。互相确认之后，这场圣剑决斗正式开始。谢利亚率先握着剑冲了上去，谢利亚一剑打退一个妹子，又用凌厉的攻势攻向第2个女生。黄毛见势不妙，立刻指挥其他人一起冲上去，却忽视了还有雷欧这个后援。这次雷欧注意控制好力量，先是用影子抵消了对方的魔力电击，同时放出另外2道影子从地面钻出去，缠住了大姐姐的双腿。很快谢利亚已经将另外3个妹子全部打倒，立刻将目标转向黄毛。结果黄毛一挥魔杖，他的身体就无法动弹了，毕竟他的魔杖拥有绝对支配的能力。黄毛将谢利亚手中的剑打飞，开始对他动手动脚，不过还是得先把碍事的雷欧除掉。雷欧正打算亲自出手，突然听见谢利亚嘴里一直喊着什么，我要守护雷欧，我一定要守护雷欧。紧接着手上迸发出耀眼的白色光芒，一柄圣剑缓缓出现在他的手中。他竟然在这种情况下觉醒了圣剑，
而且还顺势解除了黄毛的支配，一剑就将黄毛的圣剑斩碎，其他女孩的支配也全都被解除，黄毛再也无法对他们为所欲为了。看到这一幕的雷吉娜立刻扑了上来，她一直相信大小姐肯定能觉醒圣剑，而如愿以偿的谢利亚则非常感激雷欧。晚上为了庆祝谢利亚的圣剑觉醒，和雷欧加入他们小队，大家一起准备了丰盛的晚宴。就在雷欧美美干饭的时候，菲涅学姐突然邀请他吃完饭来自己房间坐坐，当然只是为了把他的生理信息编入学院的网络中。接下来就要讨论雷欧住在哪里的问题了。大姐姐们都很喜欢这个小正太，争着让他住进自己的房间，还提出了各种极具诱惑的条件。当然雷欧最后只能选择谢利亚，毕竟晚上他还要让谢利亚吸血呢。结束后，雷欧去了菲涅的房间。菲涅的圣剑是宝珠的形状，主要的能力是收集和分析数据并进行通讯。其实以前他也能负责火力输出，但是在某次执行任务时目睹2个同伴被虚兽杀死，从那之后他的圣剑就失去了原本的力量。录入完毕后，雷欧借了菲涅的地图，开始查看现在这个世界的地理分布，发现虚兽的出现和过去的战场似乎有所关联，就召唤出了他的狼下属布莱卡斯。布莱卡斯告诉雷欧，这座岛的地下水域里被安置了巨大的魔力结晶，人类称之为魔力炉，能将魔力分配给整个都市。雷欧就开始想如何将这玩意儿化为己用。等布莱卡斯离开后，夏利又出现了，结果夏利只带回来了一袋子点心，情报只是在搜罗点心的时候顺便收集的，那就是这座都市里没有人知道魔王大人和1000年前的战争，按理说这是不应该的。雷欧想不通是怎么回事，夏利就已经开始吃起了谢利亚的醋，他能感受到主人已经将那个女人收为眷属，没想到下一秒就看到刚洗完澡的谢利亚只裹着浴巾就走了出来，真是不知羞耻呢。与此同时，一支小队在水下发现了虚兽的踪影，曾经是勇者的雷欧为什么会堕落成魔王？只是因为他威胁到了国王，就被骗去陷阱，万箭穿心而死。谁让他比国王更受民众的尊敬呢？雷欧死不瞑目。等那些人离开后，一个少女出现在他的尸体身边。少女问雷欧，认为这个世界是正确的吗？尽全力做好事却遭背叛的雷欧回答，不知道，反正世界到头来只是这种东西而已。但是少女不喜欢这样的世界，她要反叛，并且邀请雷欧和自己一起，说着握上了他的手。死不瞑目的男人竟然重新眨了眨眼睛，看到阳光刺破乌云，听到少女说，成为我的东西吧。少女就是雷欧一直在找的反叛女神罗杰利亚，父亲他的魔王军是他的使命。从回忆中抽身的雷欧摸了摸脖子，摸到伤口后立刻就反应过来，自己又被吸了。10岁正太被大姐姐夜闯卧室，对着脖子又吸又舔，所以雷欧直接去谢利亚的房间叫醒了他，因为作为支配者的他可以让眷属服从任何命令。谢利亚一听立刻就慌了，那色色的事情岂不是也能做？雷欧大无语，他现在才10岁的身体呀。说完后指了指自己脖子上的牙印，谢利亚也有些不好意思，他半夜实在太饿了，就跑去雷欧的房间吸了一点。雷欧知道这是吸血鬼的本能，但是希望谢利亚下次再吸能先打声招呼。这时谢利亚接到了菲涅学姐打来的电话，菲涅刚刚被召集要参加战略会议，似乎是之前那个调查队出事了，告诉谢利亚如果有什么事情自己会及时通知他。而今天是周末，谢利亚希望能跟着雷欧好好锻炼一下。另一边，圣剑学院的高层正在讨论那支调查队的事情，调查队大概已经是全军覆没了，但是在通讯中断之前收到的数据中有记录到虚兽反应，3秒后就立刻消失，因为是在海里，图像看起来非常模糊，隐隐约约能看出来是个树根一样的东西。数据员推测可能是由虚兽甚至是虚兽君主异化形成的。一听到虚兽君主，众人的心就忍不住提了起来，因为6年前的那场大狂骚就是虚兽君主引起的，最后他们人类方损失惨重，第7战术都市的防御能力被大幅增加也是这个原因。如果真的会再出现大狂骚的话，可能就需要安排普通民众提前撤离了，只是现在一切都还不确定。他们就打电话给司令，司令表示既然现在虚兽反应已经消失，讨论撤退还为时尚早，应该尽快再次进行调查。
军队负责人当即决定派出3个精锐小队组成火力侦察部队，而高层讨论的事情，学生们还一无所知。谢利亚正在用模拟器训练自己的剑术，她的剑术基本靠自学，现在成了吸血鬼女王，反而拥有了更加磅礴的魔力。雷欧就建议她往魔剑士方向发展，然后掏出魔杖，将这个训练场附上结界，召唤出了大批骸骨供谢利亚练习。骸骨源源不断地从地面钻出来，谢利亚一边用魔力强化身体，一边精进自己的战术，一直累到气喘吁吁，雷欧才停下来。他贴心地问谢利亚需不需要补充魔力，可惜被大姐姐给拒绝了。为了感谢雷欧帮自己锻炼，谢利亚还骑摩托车带他去外面逛街了。来到一家非常有名的甜品店，没想到夏莉就在这家店里打工，看到雷欧立刻躲了起来，悄悄观察主人和眷属的相处方式，发现那个眷属竟然敢随意使唤自己的主人，虽然气不过又无可奈何。注意到他们准备离开，就悄悄跟了上去。谢利亚带雷欧来到了一家名叫阳光之家的餐厅，里面跑出来了一群小孩子，围着谢利亚叫姐姐。这些孩子都是被餐厅收养的孤儿。这时其中一个小男孩竟然敢掀谢利亚的裙子，雷欧顿时就想对那小屁孩动手，却被谢利亚笑着阻拦，表示没事的，他还是个小孩子呢。紧接着谢利亚给大家介绍了雷欧，告诉他们这可是一位圣剑士。小朋友们立刻围了上去，看到谢利亚和小朋友们的相处，雷欧知道这应该就是他想守护的地方了，而自己想守护的地方已经不复存在了。此时的宿舍里，菲涅一直在监测着数据，突然感受到城市外围有地下震动，笑耶也产生了一种忐忑不安的感觉。另一边，2个工作人员前去检查食物库，一开门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，库房里竟然被密密麻麻的树根充斥着。